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神性空间。你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心里突然出现一个清晰的念头，没有逻辑，没有理由，却让你感到非常笃定？又或是你在经历某个困难时，内心有个温柔的声音对你说，别怕，一切都在最好的安排中。那个声音其实不是外来的指引，而是你的高我。很多人以为高我这个词只是灵性圈的抽象名词，但其实它是真实存在于你之内的更高层意识，而这个意识正与宇宙保持着永恒的连结。高我就像你灵魂在宇宙中的导航系统，牵引着你回到最真实的自己。然而，大多数人一生都活在小我的层次里，被社会的标准、恐惧、比较与欲望所主导，渐渐听不见那个来自内在深处的声音。于是，我们感到迷惘、焦虑，失去方向。因为真正的导航一直都在你内在，只是你忘了如何连上它。这集影片，我想带你重新理解什么是高我，它与灵魂有什么不同，以及如何学会倾听高我的声音，让宇宙再次引导你。在前面的灵魂本质篇，你有多久没听自己的灵魂说话了？中，我们谈过，灵魂其实有自己的语言，它不透过文字或逻辑，而是用感受来与你沟通。当你感到喜悦、平静、被吸引，灵魂就在对你说话。而在灵魂渴望篇，灵魂最深的渴望是什么？那集里，我们提到灵魂最深的渴望是回归爱、自由与完整性。但你是否想过，究竟是谁在引导灵魂走向这条回归之路？那个存在就是高我。高我是灵魂的更高频版本，是灵魂在更高维度的意识焦点。当灵魂选择进入地球，进入肉体，它会将一部分意识下载成为你的人格与经验，而另一部分，那个保持清醒、与宇宙相连的部分，就是高我。可以这样想，灵魂是整个你在宇宙中的主体，而高我是那个永远在线的你。当你忘记方向时，它仍在云端守护、关照，并透过直觉、同步事件、梦境提醒你回到灵魂蓝图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说高我能连接宇宙，因为它从未断线。高我所在的频率层正是接近宇宙意识的振动范围，它能感知到超越时间与空间的资讯。也因此，当你能与高我对齐，就等于重新连回宇宙的意识网络。接下来，我们要进一步探讨高我与灵魂究竟有哪些不同？为什么许多人会把两者混为一谈？而这种混淆又让我们错过了真正与宇宙连结的关键。我们常听人说要倾听灵魂的声音，也有人说要跟随高我的指引。但你知道吗？灵魂与高我虽然息息相关，却并不完全是同一个层面。它们像是同一道光，在不同维度的折射。灵魂是你在宇宙中的核心意识体，它是你从神性源头分化出来的独特频率，一个拥有自由意志、能够创造、能够体验的意识碎片。灵魂选择进入不同的世界、不同的身体，只为了在各种情境中体验爱与自我认知。每一次人生的经历、情感的波动，甚至痛苦的课题，都是灵魂为了扩展自身而设计的剧本。而高我则是这个灵魂在更高维度中的意识焦点，它就像灵魂的总控中心，能够看到整张地图，看见所有可能的时间线与结果。当灵魂投身地球，穿上肉体，被时空限制时，高我仍停留在那个超越时间的维度，与宇宙保持着及时的连线。所以，高我其实是一种更高层的自己，它不是别人，也不是外来的力量，而是那个始终保持觉知的你。你可以把三者的关系想成这样：高我是灵魂在光的维度，灵魂是高我在体验的维度，而人格自我，也就是小我，则是灵魂在物质世界的投射。就像玩一场大型游戏，灵魂是整个玩家的真实身份，高我是在云端控制台上看见全局的指挥中心，而我们现在的这个我，只是荧幕中的角色。当我们忘记自己只是角色时，会被游戏里的胜败、对错、比较所困。这时，高我会透过直觉、灵感、
梦境或某个看似偶然的事件提醒我们，你不只是这个角色，你是整个体验的创造者。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开始静心时，会觉得好像连回了什么更大的存在。那不是幻觉，而是你短暂的接通了高我的频率。你感受到的那份平静与无条件的爱，就是高我最纯粹的能量状态。在你频道的灵魂渴望篇中，我们谈过灵魂最深的渴望是回到爱、自由与完整性。而要真正达到那样的状态，关键就在于让灵魂与高我再次合一。当两者对齐时，你的意识会变得清明，不再被外在的恐惧与混乱左右。你不只是活着，而是在觉醒的体验生命。所以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：灵魂在体验爱，而高我在关照爱。灵魂渴望感受生命的丰盛，而高我知道所有丰盛早已存在。当你理解这层差异，你就会明白，倾听灵魂的语言是学会顺着爱与喜悦去行动，而倾听高我的语言，则是学会信任宇宙的安排，静静跟随那份内在的确信。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就是这个高我如何与整个宇宙意识连结。它能够接通那个被称为宇宙图书馆的能量场，也就是古老灵性传统中提到的阿卡西记录。那里储存着所有灵魂的旅程，所有意识的经验与潜能。当我们谈到高我能与宇宙连结，这句话并不是象征性的说法，而是字面上的真实。在能量与意识的层次中，宇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资讯场，一切发生过的事、正在发生的事，以及尚未发生的潜能都被储存在其中。而高我就是那个能够直接存取这个宇宙资料库的存在。这个能量场在灵性传统中被称为阿卡西记录 （Akashic Records）。阿卡西这个字来自古老的梵语 Akasha， 意思是以太、天界、宇宙之光。它并不是一本真正的书，而是一个多维度的能量网络，记录着每个灵魂从诞生以来的所有经验、情感、意图与选择。你可以想象它像是一个宇宙的图书馆，每个灵魂都有自己的书卷，里面写着你每一次生命的故事、学习与进化轨迹。当你的意识频率提升，特别是当你与高我连结时，你就能透过高我的层级读取到这些讯息。那不是透过逻辑或言语，而是一种内在的指导。你会突然理解为什么某些人一见如故，某些事件似曾相识，或某些课题不断重演。那不是偶然，而是你灵魂的阿卡西记录在被唤醒。高我正是那个能自由出入这个宇宙图书馆的部分。当你愿意信任，静下心，进入内在的宁静，高我就会替你下载那些来自宇宙的讯息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透过冥想、梦境甚至创作，能突然获得超越常理的洞见。那其实就是高我正在开启通往阿卡西记录的大门。而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灵性真相，我们并不是要去连结高我或阿卡西记录，而是要记起我们本来就已连结其中。高我与宇宙从未分离，只是当我们陷入小我的思绪与恐惧时，失去了感知那条连线的能力。你不需要学会任何神秘技巧，只要回到内心的宁静，回到爱，回到觉知，那个连线自然就会恢复。而当这条连线恢复后，你的人生会出现奇妙的变化。你会发现同步事件变多了，你想到某件事，宇宙就回应。你释放某个恐惧，眼前的阻碍就消失。这不是魔法，而是高我在引导你回到宇宙的流动。在接下来的节目中，我会专门做一集，带你深入探讨阿卡西记录的真相，它到底存在于哪个维度，是否真的与黑洞或量子场有关，以及我们如何安全且正确的进入那个资讯场。而在这一集里，我想让你先明白一件更根本的事。你与宇宙从未分开过，你就是那个通往阿卡西记录的入口。高我只是提醒你，那道门一直都在你心里。接下来，我们要回到更实际的层面。既然高我能连接宇宙，那我们该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真正倾听高我的声音？
我们又该怎么分辨，那到底是高我的指引，还是小我的幻想？你是否曾有过这样的经验？明明脑中有两个声音在对话，一个是焦虑、担忧、急着分析的小我，另一个却温柔、安静，仿佛早已知道一切结局，只在你心底轻声提醒：别怕，一切都会好的。那个声音就是高我。高我不会用强烈的语气逼迫你做决定，也不会以逻辑推论说服你，以频率与感受来沟通。当你感到轻盈、扩展、喜悦、爱时，那是高我的语言正在被你接收；当你感到收缩、恐惧、怀疑、焦虑时，则代表你暂时调到了小我的频道。高我的讯息常以灵感、直觉、突如其来的想法出现，有时甚至是透过梦境、重复的数字、某句话、某个人或同步性的事件在对你说话。但要听见高我的声音，前提是你得先静下来，因为高我的频率非常微细，不是靠耳朵，而是靠觉知去听的。当你静坐、冥想、散步、泡澡，做让你感觉放松与开心的事时，心智的杂讯会逐渐安静，这时高我才能清晰地传递讯息。很多人以为倾听灵魂与倾听高我是两回事，但事实上，灵魂是你更完整的存在，高我是灵魂投射到这个维度与你连结的桥梁。也就是说，高我的语言就是灵魂的语言，只是透过更贴近人类意识的方式表达出来。灵魂以宇宙的意识振动存在，而高我则翻译成你能理解的直觉、灵感与爱的感受。所以当你感受到一种不需要理由的平静，或心中浮现一种就是这样做的确信，那不是幻觉，那是高我在说话，是灵魂正在指引你，不必想要怎么听，只要感受即可。因为灵魂与高我的语言都不是来自思考，而是来自觉醒的感知。那么，我们该如何更清晰地听见高我的声音，真正理解灵魂在对我们说什么呢？其实，这不是一种外在技巧，而是一种内在的频率对准。你不需要努力的去抓住高我，只需要慢慢的对准它。第一步是让心静下来，可以透过冥想、深呼吸、散步、泡澡、听音乐或任何能让你回到当下、放松思绪的方式。当你的头脑静止了，灵魂的语言就会浮现。第二步是信任，不要急着怀疑那是不是我的幻觉。高我从不以强势的声音出现，而是一种柔软、稳定、温暖的确信。那种确信通常没有太多逻辑，但你就是知道。第三步是行动与回应。当你听见那个直觉的低语，去做某件事，去联络某个人，或放下某段关系，请勇敢跟随。你会发现，每一次跟随高我的指引，你的生命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流动与同步巧合。那不是巧合，而是宇宙在回应你与高我的一致震动。这里有一个关键真相，高我不在外面，也不高于你，高我其实就是你在更高意识层面的自己。你并不是要去连接高我，而是要记起你本来就是高我的一部分。当你不再认同恐惧与匮乏的自我，当你选择爱，选择信任，选择内在的平静，你就自然而然与高我同频。在这个状态下，灵魂的语言与高我的语言会融为一体，你不再分得出哪个是灵魂，哪个是高我，因为你已经成为那个状态本身。你的生活开始出现一种顺流，人事物自然出现，灵感源源不绝，困境化解，甚至时间都似乎被拉长。那不是魔法，而是你终于与自己更高层次的智慧对齐了。记住，高我不是一个存在，而是一个频率，它不会用语言告诉你该怎么活，而是让你在感受中知道。所以，每当你觉得迷惘、焦虑、不确定时，不妨问自己，此刻让我感到扩展、喜悦与爱的选择是什么？那个答案就是高我的语言。因为倾听高我的语言，其实就是倾听灵魂的语言。当你学会以爱与觉知去生活，你不再需要寻找指引，因为你本身就是指引。最后，你是否曾经清楚地听见或感受到高我的声音？那是一种怎样的经验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，喜欢的话请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